哎，好吧，我衣服都，哎，我衣服掉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箱子都给你摔坏了。没钱就别住房啊！走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素质啊？走走。我告诉你，等我有钱了，我把这破楼给你买下来，改成厕所。喂，妈。哎，儿子。我姐不在家吗？哎呀，你姐出去了。哎，我说儿子，你找到工作了吗？那你最近找美阳谈过没有啊？不是，妈，你那有钱吗？钱？你要钱干什么呀？我现在有个特别好的机会，投资我需要钱。你身上有多少钱，你全都给我，回头按银行2倍利息给你，好吧？投资，那你这一投资，不就又打水漂了吗？哎呀，不是，你给我准备吧啊！不省心啊，真不省心。穆迪，妈妈突然想起来带你去秦淮阿姨家玩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走走。哎，你今天去镇海了？有点事儿，和段总聊了一会儿。你跟镇海的段总很熟吗？啊，还可以吧。以前我在 PAG 的时候，镇海是我们的大客户啊。丽卡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让你来操盘我国内广告公司这个想法一直都没有变过，这个位子一直是给你留着的。公司一旦开始运营，如果想和 PAG 这样的公司来抢夺市场，最需要的就是镇海这样的大客户来打开局面，树立口碑。罗马城又不是一个人建起来的，你公司刚成立就想吞下镇海这么大的客户，太不现实了。还是得一步一步、踏踏实实的从一般的客户做起，逐渐打下基础，累积实力。那你说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这个公司迅速的扩大壮大起来？你知道，虽然华盛是跨界投资，但华盛不缺钱。可能别的人有办法吧，但是我从 PAG 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我的经营理念从来都不是钱，是人。如果我们把 PAG 整个班子挖过来，钱值多不少。挖人墙角啊，釜底抽薪啊，这可是职业经理人最大的机会，这也太没有职业道德了。哎，职业道德现在值几个钱？你只要能把班子搭起来，客户拉过来，我答应，除了年薪之外，我可以给你公司10%的看股。陆总，咱们今天如果只谈工作的话，我看就可以到此为止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别，我这不也是随便聊，顺口就聊到这儿了吗？那肯定是以公事为辅，私事为主。
我今天有点累了，送我回去吧。不是啦，你说这夏凡还是有无赖吧？他就这么一天一天的折腾你，你要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啊？我给他人道毁灭啊？孟欢，你说你心理医生，你给我支个招，我该怎么弄？其实吧，现实问题心理医生也解决不了。哎，我在这儿住一段就搬走啊，等到下班这死缠打劲儿过去了。住，可劲儿住啊！小凡，你幡然悔悟了？又要改邪归正了？是不是要好好踏踏实实做人了呀？是。而且你还想让我帮你找份工作，在你人生的这个转折点上，让我再帮你一次，是吗？哎，我就是这意思，亲爱的。这个事儿吧，那你得让我好好想想了。哎呦，你别想了，你这次帮我一回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反正我已经想好了。你答应帮我了，太好。你觉得我脑子在那被驴踢了是吗，夏凡？啊？不是，丽亚，我这次没有骗你。那你骗我爸也不行啊。我没骗他，我骗他干嘛呀？我这次真的是想让你再帮我一回。装，你再装，真不知道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绣花针。哎，不是，哎。那个二位大领导把心放在肚子里头，踏踏实实的，我这就安排下去，保证啊质量最好，速度最快。行，有你这句话我们就踏实了。好，那咱们撤呗。对，饭都安排好了。行，丁总、张总，怎么我一来你们就要走？刚好，公司还有很多事儿。那行，你慢走啊，慢走啊，常来啊。爸，刚才夏凡来找我了，他帮你吗？他说他要什么浪子回头，踏踏实实做人，托我给他找份工作。答应了。才没有呢，躲还来不及呢。没看我就没让他进来吗？就怕撵上又甩不掉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以后绝对不许理他。他要是敢再来找你，腿给他打折。好吧，别生气了。夏凡，是你啊？有空吗？啊？有事跟你聊聊。上车。我不瞒你说，我现在吧是走投无路，我身边的人每个人都躲着我，跟躲瘟神似的。所以你就不停的骚扰美阳。美阳是我孩子妈妈，什么叫我骚扰她？你还知道她是孩子的妈，你就不停的跟她借钱，不停的把自己的困难转嫁到别人的身上，这就是男人的作为。不是，我也没办法呀，我也想做生意，做个大生意，赚一大笔钱，带我妈、带老婆孩子过好日子啊。那我有本金吗？我没有本金啊。我就想出门找个工作，好好踏实过日子。别人不是嫌我没经验，就是嫌我年纪大了。工作我也找不着啊。人贵自知，你觉得你是做生意的料吗？不是张红星，你今天叫我过来是为了想羞辱我是吗？那我觉得算了。我也没那么闲，我就想知道
如果有一份正经的工作，你做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成不成我不晓得，但你愿意好好干吗？我可把话说的前面，咱这儿底薪不高啊，赚钱都得靠提成。干中介这行没别的，腿勤嘴勤就能赚到钱。你啊，好好干，明天正式来上班。这是我们的业务流程，你先熟悉一下，有什么疑问啊，可以再来问我。木星，跟我来一下。老铁，谢谢你啊。多年朋友了，应该的。我看你对这个夏凡挺上心的，什么关系啊？也没听说你有这么个亲戚啊。就是朋友。你可得跟我交个实底啊！跑业务这回人员流动太快，需不需要特殊照顾一下？你看着办吧，能帮就帮一把。你开口了，我这没得说。不过咱这行业啊，占的是个辛苦钱，他呀又没什么经验，至于到底能不能干下去，还得靠他自己啊。是，我知道。总之，谢谢你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这里有点钱，你先拿着。你刚入职，不可能预支工资，我知道你手头不方便，先拿着用。那这算我欠你的，我给你打个欠条。不用。我希望你为了穆迪好好干，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别的就不说了。哦，对了，不用跟冠冕阳说。那谢谢你了。白杨总，我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。怎么？那他还是要告我吗？这个月的10%我都已经还给他了，他还想怎样？我说的是关于你向地下钱庄借了那个60万美金的事情。我知道，所以现在有陌生的电话打过来，我都不敢接的。我只有跟我前夫复婚这一条路可以走了。我只有跟他复婚，才有权利变卖房产来还债。我要留在中国，也必须要跟他复婚。Linda她以后有自己的生活，但是我必须要想办法留下来。那个可能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吧。爹，下班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旁边逛街，看你快下班了，过来接你啊。你也太客气了吧！咱们俩一块儿回去，出双入对的，多幸福！哎，阿凡，这是公司，不要拉拉扯扯的。逛了一天了，累了，扶扶都不行。电影院有好看的电影，快去吧！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我在内屋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怕把彤彤吵醒了。明天不是还得上学吗？那你上客厅去啊。
在那干嘛呀？你怎么没去上班呢？等着你跟你说事儿。哎呦，说事儿，家里不好说啊！啊，这鬼鬼祟祟的干嘛呀？家里是不方便。你看啊，这个陈小玲再待下去就没完没了了，咱们得想个方法收拾她。我觉得吧，你先去我舅舅家待几天啊。咱们现在用的这一招啊，叫空城计。什么空城计啊？对呀，你想想看，你不在家，东东住校，他一个人待在家里面，以他的生活自理能力，待不了几天他就该走了。啊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走。我们都走了，你住哪儿啊？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有办法。那好吧，只能这样。妈，妈，张木星，一个人没有啊？这是给我唱空城计呢，想饿死我，没门儿。喂，外卖吗？嗯。我想点一个辣炒花蛤，配个麻辣小龙虾。哎，你那儿有面吗？行，你给我来个最快的吧。怎么你要在线支付啊？有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刚回国，只有美金。你只能人民币啊？你等等，我给你找找啊。有人民币，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给你找找。你给我多少？好，够了，你快给我做吧啊，抓紧点啊！好。哼，几十年不变的老花招，想饿死我，没门儿！加速，右边。哎呀！临时抱来，给你添了那么麻烦吗？没有。我也是临时想到，不好意思。既来之则安之啊。只不过呢，你这么突然上来，我还有点措手不及。魏康，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。Sophia，我在 PAG 已经工作了13年了。坦白地说，在这种固定的环境和运行模式之下，让我个人的发展走到了一个瓶颈。我觉得我特别需要换一个环境，换一种模式，来激发我对工作的热情。想好了去哪儿吗？没有。我现在特别享受我这种放空的状态。业界还在盛传，你准备去华盛新开的广告公司。维卡，其实无论是代表总部还是代表我个人，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回到 PAG。所以你有任何的条件，你现在可以提出来。公司内部提拔的人选，总部不满意吗？公司的那几个人选，你不比我清楚啊？你不也在 Poppy 和 Lily 身上犹豫了很久吗？所以最好的结果就是你能够继续留在公司掌管大局。为此，我们抱着最大的诚意，我可以跟总部申请，继续给你半个月的假期。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
能办理好知您的房卡，请收好。谢谢。这都几点了，一个个都不回来，躲着我。真心算你狠，哼，跟我斗你还嫩着点儿。喂。彤彤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不在学校，怎么在家呀？啊，我没出什么事儿啊，老师没跟你们说吗？我从今天开始就不住学校了。我就接了你老师电话才回来的，好好的为什么不住学校了？你是不是又犯什么错误了？哎呀，我没犯错。我们学校虽然是寄宿制的，但是它不代表所有人必须住校啊，也可以选择走读的。我可听你爸说了啊，要走读必须家长签字，你别骗我。我知道，妈妈已经帮我签完了。所以说呢，从今年开始，我就是一名正式的走读生了。哎呦，陈小玲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做这样决定有跟我们商量过吗？你不能接受吗？张永新，你冲我吼什么吼啊？我想个女儿对待会有错吗？再说了，这回来是彤彤自己的意愿，我必须要尊重她自己的意愿呀。我还没说你呢，那彤彤从国外回来你就把她送到学校去了，关起来了，你不用管了是吧？方便你谈恋爱了吗？你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爸爸。你胡说什么呀你？哎妈，你，哎，你们要不就怪我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妈，水。妈，你没事吧，妈？不对呀，这近水楼台，不得不防。丽丽姐，你找我过来商量什么事儿啊？薇卡的假期延长了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薇卡正在考虑回不回来，或者说，她正在判断什么时候回来最合适。你想想，半个月之后，那会是什么时候？半个？哦，对呀，到时候自然界的案子就接近收官了。这事儿不管干得多漂亮，只要他薇卡一回来，业绩就会算到他头上。那我们不是又白忙活了吗？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蛋总，以前跟您都是公事上的往来，觉得您很难琢磨。今天跟您聊聊天还挺有意思的。其实这个人嘛，要聊得来才能在一起合作嘛，是吧？啊，不必那么假惺惺的去尊敬别人。你看那个张红星啊，他这方面他就做得非常好，他 EQ 高啊。他是很聪明啊，跟他比起来，
我这些年在公司算是白混了。哎，也不见得哈。你什么时候能够觉醒啊？你什么时候把自己给找回来？就在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找回快乐。找回自己谈何容易啊！这世上有这么多成文不成文的规则。其实遵守规则，那只是为了要取悦于别人。在我看来，我的态度就是，你只要不伤害别人，你怎么着都可以，爱怎么做怎么做。段总，今天跟您聊天受益匪浅，谢谢您。哎，别，咱们现在又不是在谈公事，别叫我段总，叫我老段。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啊？你那么叫我听着舒服啊，就这么叫。好，老段。哎，维卡。老段。维卡。有没有觉得一下这个鸿沟就没了？是，特别亲切。是啊。哎，你也没那么老啊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玩呗。啊？你要不陪我玩，我就自己玩呗。哎呦，你这话说的有意思啊！这成天不着家的，你叫我怎么陪你玩？你有去儿童医院呢？到那儿啊，就会让我感觉到心灵被净化了。陪那些小孩玩，他们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啊，这一开心呢，觉得自己的年龄就年轻了好多。我看您不是去为了那些孩子吧？去，胡思乱想什么你？让我问你了啊！之前我要你从那个 PAG 里面撤出来，你死活不肯。那现在有几天你不出现，你脑袋瓜里在想什么？肉啊？您在 PAG 也有线人，我还能想什么呀？想着怎么当救世主呗。这么说你也察觉到啊，这 PAG 有内乱。这么敏感的事情，只有那个傻子察觉不到。不过呢，我现在还不能出手帮忙。我现在要是帮忙了，就让别人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。我要看看对方先怎么出牌。想的还真周到啊！不愧是我的女儿。那你看，来陪我玩。哎呀，这个应该是装在这儿吧？喂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来，直接进来吧，不用换鞋。这就是我说的房子，南北通透，特别舒服，地板、墙纸干干净净。那边是厨房，那边洗手间、次卧，这个主卧。这家房地板还有墙壁干干净净的，特别好。关键是洗手间和厨房什么东西都有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，特别方便。哦，您二位慢慢看，我接个电话。啊，你觉得房子怎么样？还行，去洗手间看看。哎，那边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我陪客户看房呢。在什么地方？把地址发我。什么事儿啊？见了面再说吧，我马上到啊。
同意只做了个 B 超，当时呢也没查出来什么大问题，就说是个肠胃炎。要是他多跑几家医院的话，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他还非让我瞒着你们，怕你们担心。你怎么这样？那他现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吗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告给他，长了个瘤是良性的，摘了就好了。哎姐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这是医院的通知单，医生建议马上手术，说采取微创治疗的方案。如果病人家属签了字，明天一早就能安排手术。这字儿我觉得还是儿子签着比较好。什么儿子女儿，都这时候了，赶紧签字吧。哎，快签呀！小凡，我还跟你说个事儿，咱们家是普通农民，妈为了省钱，没有补交那个医疗保险，这几天住院，钱花的我都撑不住了。不是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妈不是刚卖了房子吗？为什么不拿卖房子钱治病啊？我当时也这样劝他的，可他就是不，他说这钱要留给你。留给我？妈说你离了婚，现在又没个正经工作，以后迟早会出事儿。这钱呢是留给你以后走投无路的时候应急用的，谁也不要动这个钱。要多少钱，大姐？大概5万多块钱吧。这钱我来出。星星干嘛呢？给你炖的鸡汤，好好补补啊。哼，你会炖汤啊？为了你，我就不能改变一下啦？怎么样啊？这是打死卖盐的，有这么咸的汤？很咸吗？我说妈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要给我炖汤，感情是在这儿等着我的。这汤又变成我妈炖的。这事可不能怪我，这是你妈没安好心啊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你拉倒吧，我妈妈会炖汤给你喝，你再去学学吧。自然界化妆品，你最近一直加班就在忙这个呀？对不起啊，我要忙工作，你去陪彤彤吧。好，我不打扰你工作。如果一会儿你要休息的话，你能不能消停会儿？是不是非得逼我让你去住酒店？住酒店也没什么呀，我给你拿钱。很抱歉啊，你的贷款额度要上限。不好意思。红心。法兰西家属，在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手术还在进行中，现在的情况必须和你们家属要说明一下。通过术中的活检，肿瘤的扩散与生长比我们预计的还要严重，微创手术已经不能达到治疗效果。我们分析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病人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。大夫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病人的病情已经相当的恶化，我们推荐采用开腹手术的方案。如果不进行手术的话，很可能会导致癌细胞大面积的扩散，缩减病人的寿命。大夫，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治好。做手术也许
会延缓病情的发展。不过这还要看病人各方面其他的情况。还有，我要提醒一下，手术是有风险的。开腹的手术的难度比微创手术的难度要高，手术难度的增加也会相应的增加费用。大概要多少钱？大概会追加1倍左右的费用。费用的明细你们可以到护士站去查询一下。这么多钱呢？大夫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把病能治好，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谢谢啊。小凡，别这样啊！妈吉人自有天相，肯定会好起来的。你说你这样，他看你会很担心的。我在这等我妈出来。